你听过电台里那些神乎其神的保健品广告吗？你是不是也为了降血糖、治慢病，每个月花几千块买各种营养片？你有没有发现，钱花的越来越多，身体却感觉越来越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我经常在门诊听到患者问这些问题，很多人以为血糖高、身体差是年纪大了，只能靠吃药、吃补品。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你认知的医学真相。那些让你花大钱的补品，不仅可能没效果，有的甚至会让你的肝肾受损，身体发炎更严重。真正能救你血糖的，不是什么昂贵的仙丹，而是你每天早晨吃进去的第一口食物，以及你吃它们的顺序。甚至有一位40多岁的重度糖尿病患者，糖化血色素高达11.7，医生都让他打胰岛素了，结果他偷偷停了药，只改变了吃东西的方式。3个月后，糖化血色素竟然奇迹般的降到了5.7，和正常人一模一样。今天，作为一名有着将近30年临床经验的内科医师，我就要把这套真正有科学依据，不用多花1分钱的抗炎降糖法彻底跟你讲清楚。尤其是视频最后要教你制作的1分钟抗炎早餐，看完今天就能回家试试看。大家好，我是内科专科医师慧心医师，欢迎来到慧心医师食疗指南。在内科门诊工作的这30年里，我见过太多被血糖折磨、被慢性病拖垮的普通家庭。我最痛心的就是看到许多辛辛苦苦攒钱的长辈，把大把的退休金送给那些卖假保健品的电台和广告商。你一定在收音机或手机视频里听过这种广告：吃我们这个降糖胶囊，3个月彻底根治糖尿病，不用吃西药，不用打针，纯天然提取。听起来多让人心动啊，对不对？戳穿补品骗局，看看你的钱都买到了什么。我必须在这里跟所有人说句大实话，这些说法全都是骗人的。身体的血糖失控，慢性病丛生，是长期饮食习惯累积出来的结果。这绝对不是你每天吞几颗来源不明的保健品就能轻轻松松解决的。这些电台推销的产品，大部分连基本的临床试验都没做过。更可怕的是，为了让它的降糖效果立竿见影，有些黑心商家还会偷偷在里面添加违禁的西药成分，甚至含有重金属和不明添加物。你高价买回来的可能不是健康，而是肝脏和肾脏的无声杀手。我之前在门诊遇到过一位患者，家住高雄左营区的曾国华先生，今年68岁。他患糖尿病8年了，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每天为了这几个数字心惊肉跳。后来他听信了电台广告，买了一种号称针对血糖有奇效的贵重补品，1个月就要花将近3000元。他省吃俭用，坚持吃了将近半年，结果呢，血糖不仅一点没降，来我这里复查的时候，他的肾功能指标反而严重恶化，肌酐值连连报警。曾老先生当时坐在我的诊室里，捏着检查单，手一直在抖，红着眼睛跟我说：“医师，电台广告里那些人说的那么有信心，还有人连线说吃好了，我以为是真的，怎么越吃身体越差呢？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想要控制血糖，别再寄希望于走捷径，真正能救你的是你每天吃进去的最普通的天然食物。年纪大了，身体就注定没办法恢复吗？”这时候，可能很多长辈会叹一口气说：“慧心医师，我都快70了，年纪大了，器官都老化了，血糖高，身体发炎是没办法的事儿，只能混一天算一天了。”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老人家说过这样的话？或者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完全理解这种无力感，大半辈子都在跟疾病做斗争，每天吃一大把药，身体却还是越来越虚弱，换作是谁都会灰心。但是现代医学的研究早已证实，年纪大了就无法改变，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区。根据卫生福利部的多项研究指出，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和生活习惯重塑，即使是60岁、70岁甚至80岁以上的长者，血糖控制和身体素质都有机会得到明显改善。我们人类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问题不在于你的年纪，而在于你每天都在给身体提供什么样的建筑材料。如果你每天吃进去的都是些精致、高糖、含有大量添加剂的食物，那你的身体只能用这些劣质材料去修补血管器官，结果当然是越补越漏。如果你能给身体提供对的、新鲜的、抗炎的材料，你的细胞就会重新焕发生机，自己去把生锈的锁给修好。我记得台南安平区有一位退休老师林俊贤先生，65岁。
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精气神非常差，甚至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无可救药，对生活不抱任何期待了。我们当时没有给他增加任何药物，而是花时间一起梳理了他每天的饮食。我告诉他，不需要你完全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们只要做2件事。第一，把吃东西的顺序调对。第二，把你本来就喜欢吃的几样天然抗炎食物重新加回餐盘里。就这样过了3个月。当他再次来门诊拿报告时，他的血糖数据已经趋于平稳，整个人精神焕发，说话声音都洪亮了。他拉着我的手，十分感慨地开玩笑说：“慧心医师，真的没想到，用对方法吃东西，居然比我每天多吃2颗药还要管用。控糖就要饿肚子，别再折磨你的身体了。还有一个误区，在糖友圈子里流传的特别广，那就是想要控制血糖，就必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米饭不能碰，水果必须全部戒掉，每顿饭都要吃得像在嚼蜡一样，把自己的饮食限制得极其严格。结果呢，很多长辈每天为了吃饭焦虑的睡不着觉，吃一顿饭担心一顿，生活质量一落千丈。然而，他们的血糖还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我想大声告诉大家，这种极端的饿肚子疗法不仅痛苦，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国民健康署的数据和膳食指南明确指出，控制血糖的关键从来不是完全不碰某一类食物，而是在于吃的比例、食物的种类选择，以及最核心的一点，吃的顺序。这就像是玩游戏通关一样，是有通关密码的。同样是吃一碗白米饭，如果你第一口就直接吃饭，你的血糖会像火箭一样直冲云霄。但如果你换个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那碗饭，你的血糖上升曲线就会变成一个平缓的小土丘。食物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个出场顺序，对你身体的影响就是天壤之别。台北大同区有一位70岁的黄建明老先生，以前他就是无碳水饮食的受害者。为了降糖，他每餐都小心翼翼，米饭几乎一粒都不敢碰，饿得头晕眼花。可是他的空腹血糖还是不稳定。来到我这里之后，我跟他说：“黄大爷，从今天起把米饭吃回来，但是你要听我的，按照这个顺序吃。”他将信将疑地尝试了2个月，不仅吃得饱，吃得开心，血糖波动也神奇地减少了。他高兴坏了，逢人就说：“现在控制血糖比以前少受了太多罪，能吃的东西反而变多了。”慢病与血糖失控的终极幕后黑手——慢性发炎说了这么多，为什么有些人的身体吃完东西血糖马上就飙升，而有些人却能稳如泰山？在医学上，这个终极秘密就是你体内的慢性发炎12。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慢性发炎，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内部正在燃着一场没有烟雾、没有明火的无声大火。当你的身体长期处于这种低度、慢性的发炎状态时，你体内的细胞就会受损。细胞一旦受损，它们对于身体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荷尔蒙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在医学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胰岛素阻抗。用一个最通俗的例子来解释，胰岛素就像是负责把你血液里的血糖送进细胞里去发电的一把钥匙，而你的细胞就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上面装有钥匙孔。当你的身体长期处于慢性发炎中，这个钥匙孔就会慢慢生锈，被泥沙堵住，导致钥匙插进去也根本转不动。钥匙还在，但锁坏了。血糖大军进不去细胞，就只能憋在你的血管里，在你的血液里越积越多，无处可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吃了10几年的降糖药，剂量越加越大，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的真正原因。因为你的药只是在拼命制造更多的钥匙，却从来没有去清理那个生锈发炎的钥匙孔。那么这些导致生锈的生锈剂，也就是慢性发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长期摄入高糖、高度加工的食物以及食品添加剂过多的垃圾饮食，是造成身体慢性发炎最主要的导火索。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大街小巷的骑楼下全是快炒店，夜市里的各种杂物，便利店里保质期长达半年的加工食品，这些东西里精致淀粉极高，膳食纤维微乎其微，还有各种香精、防腐剂。你一口口吃下去，身体里的那场无声大火就等于每天都在被不停地浇汽油发炎，反应根本没有机会退下来。有人可能会说，慧心医师，我平常吃得很清淡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也不怎么吃垃圾食品，为什么我也发炎了？这就是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地方。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于你主观上觉得健康的食物，而是在于你长期习以为常的习惯性饮食。我有一位患者，新北市板桥区的吴志宏先生，今年63岁，他生活非常规律，从不碰烟酒，3餐也定时定量，但他的空腹血糖已经偏高了将近2年，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症状，每天吃完午饭，到了下午就特别容易昏昏欲睡，脑子像灌了铅一样。我帮他仔细记录了3天的饮食，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每天早上习惯喝一杯看似健康的便利店奶茶，中午固定吃1大碗白米饭配1块卤肉，晚上则是简单来1碗阳春面。我看着他说：“吴先生，你的问题不是你吃了什么有害的毒药，而是你每天吃进去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例太高了，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严重匮乏。这样吃，你的血糖每天都要在短时间内坐好几次过山车。血糖一上去，身体为了压制它，胰岛素就疯狂分泌，导致血糖又骤降。这种剧烈的波动，正是对血管内皮细胞最大的刺激，会让你的身体一直处于轻微的发炎状态。这种慢性发炎，它不像感冒发烧会让你马上头痛，马上躺下，它是无声的，它像白蚁啃食木头一样，每天都在一点一滴地蚕食你的血管、你的胰岛细胞、你的肾脏和你的各种器官。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数据，我国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超过45%的人其实已经存在代谢综合征的问题。也就是说，血糖、血脂、血压这3项里至少有1项已经亮了红灯。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比例，说明几乎每2个人里就有1个人身体里正在进行着无声的慢性发炎事儿。很多人都想，那我去医院抽个血，查一下发炎指数，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这个想法很对，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普通的抽血检查，比如常规的 C 反应蛋白，往往只能抓到身体里正在发生的、很明显的急性感染。而那种低度的长期的慢性发炎，很多时候即使已经严重危害健康，在普通的化验单上看起来，数值可能还是勉强正常的。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身体彻底垮了，指标彻底报废了才去抢救。你要做的是从今天，从你的下一餐开始，用对的食物去帮你体内把那场无声的大火彻底扑灭。那么，到底吃什么、怎么吃才能对抗慢性发炎，把血糖降下来呢？12救命抗炎的8种天然超级食物，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民健康署的指南都极力推荐。天然的原型食物才是对抗慢性发炎最强大的武器。原型食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在自然界长什么样，你吃它的时候，它尽量还是那个原始的样子，没有经过工业化2次加工，不添加化学添加剂。比如，为了补充蛋白质，你吃一颗最朴素的水煮蛋，和吃一根精加工、全是添加剂的火腿肠，对身体带来的发炎反应简直是天壤之别。再比如，为了补充能量，你吃1碗糙米饭和吃几片白面包，对你血管里的血糖冲击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区打出你们平时最爱吃的早餐，写出来，我们一起来诊断一下，你的第一餐到底是在帮你抗炎，还是在给你体内的火堆拼命浇油？今天慧心医师就为你整理了8种在全联、好事多或者普通的菜市场里随时都能买到，价格极其亲民的天然抗炎降糖超级食物。第一种，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很多人一提到维生素 A 就会想，那是保护眼睛的吧？其实，在医学上，维生素 A 是维护你肠道黏膜健康和免疫系统绝对不可或缺的底层支柱。我们的肠道是身体对抗外界病菌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慢性发炎最大的战场。只有你的肠道黏膜健康，不渗漏，外界的坏分子才不会进入血管，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哪些食物里含有最优质的天然维生素 A 呢？非常简单，鸡蛋、菠菜以及红黄橘色的蔬菜，比如胡萝卜、南瓜、地瓜、红椒和黄椒。台中西屯区有一位66岁的赖俊贤老先生，以前顿顿吃外食，蔬菜吃得极少。后来他听了我的建议，每天早起去菜场买一把几块钱的嫩菠菜，早上用1颗蛋简单炒炒当早餐，坚持了2个月。他告诉我，不仅整个人下午不犯困了，精神好得不得了，血糖化验单也变得非常好看。第二种，维生素 D 含量高的食物，这是近几年医学界高度关注的免疫明星。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我们竟然有将近8到9成的民众体内维生素 D 存在严重不足。大家别小看维生素 D， 它在人体里其实更像是一种全身性的荷尔蒙，不仅关系到你的骨骼和肌肉，还直接掌控着你的免疫系统、代谢功能和心血管的健康。一旦缺乏维生素 D， 身体的慢性发炎就很难被控制住。很多人会说，那我不花钱，每天去太阳底下晒一晒不就行了吗？晒太阳确实能合成维生素 D， 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那么简单。你必须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太阳最猛烈、紫外线最毒的时间段，不涂防晒霜，脱掉多余衣物，让手臂、手掌等皮肤直接暴晒，才能合成足够的量。而且，任何云层、玻璃窗，甚至是防晒霜，都会把合成所需的有效紫外线全部挡在外面。所以，最稳妥、最安全且不会晒伤长斑的方法，就是从食物中获取。哪些食物维生素 D 含量高？野生鲑鱼、三文鱼、鸡蛋，以及各种新鲜的菇类，如香菇、木耳，买回来的干香菇。在吃之前拿到太阳底下晒一下，它里面的维生素 D 含量还会呈几何级数飙升。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免费馈赠。D menu 3种，含锌量高的食物3。注意，之前的文字里由于录音翻译偏差，把锌字误翻译成了锌，请大家纠正过来，在医学上是锌元素3。锌是人体内上百种酶和荷尔蒙合成的发动机，对我们的肠胃道黏膜修复、免疫反应和血糖代谢至关重要。32，尤其是对于有运动习惯或者天气炎热容易出汗的长辈，锌会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必须要额外注意摄入。想要补锌，多吃一些生蚝、牡蛎、鸡肉、天然坚果以及红肉，这些都是最天然、吸收率最高的矿物质锌的来源。第4种，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如果说胰岛素是那把钥匙，那么膳食纤维就是血糖的超级减速带。当你在胃里塞满了膳食纤维时，它就会像海绵一样，把随后吃进去的淀粉和糖包裹住，大大减慢它们在肠道里的消化和吸收速度。这样血糖的上升速度就会变得极其缓慢，不会给胰腺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牛蒡、糙米、各种时令、绿叶蔬菜以及水果中的芭乐、番石榴和奇异果、猕猴桃都富含极其优质的膳食纤维。桃园中润区有一位69岁的徐建国先生，是个坚定的白米饭爱好者，一口糙米都不愿意吃，觉得像在吃草，口感极差。后来我跟他说，没让你完全戒掉白米，你煮饭的时候，先白米和糙米对半开混在一起，煮之前多泡2个小时，口感就会变得很软糯。徐大爷照做了，3个月后，他复查的饭后血糖数值直接比之前生降了一大截。他特别惊喜地跟我说，原来糙米泡软了这么好吃，不费牙，对血管还这么有好处。第5种，多酚类食物。异多酚是植物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外界风雨和昆虫侵袭，而在体内合成的一种天然抗氧化、抗炎盾牌。当我们把多酚吃进肚子里时，它就能帮我们去扑灭体内因为发炎而产生的大量自由基因。什么样的食物多酚最多？其实就是那些颜色鲜艳、带点微微涩味的植物，比如洗干净后连皮一起吃的苹果、洋葱，还有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一种抗炎零食——可可含量在75%以上的黑巧克力。请注意，我这里强调的是那些吃起来甚至有点微苦、可可含量极高的纯黑巧克力。那些超市里卖的糖分极高的普通牛奶巧克力可没有这种抗炎效果，吃多了反而更发炎。可可粉里含有极高密度的黄烷醇等类多酚物质，是心脏和血管天然的保护伞。第6种，益生菌食物12。在医学上，肠道被称作是人体的第2大脑。你肠道里的菌群平衡，直接决定了你全身的免疫和慢性发炎水平。如果坏菌横行，你的肠道就会经常胀气、便秘，毒素就会渗透进血管，导致慢性发炎。12。补充益生菌最便宜也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去吃那些天然的发酵食物，比如味噌、无糖酸奶、优格、纳豆。在传统的菜市场里，一包味噌只要几十块钱。每天早晨或者晚上，用1小勺味噌简单煮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蔬菜汤。这不仅能补充益生菌、暖胃驱寒，还对促进肠道蠕动非常有帮助。第7种，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4。只要是关心血管健康的人，一定都听过欧米伽3的大名。它是公认的强效血管清道夫和抗炎专家。很多人以为欧米伽3只有买昂贵的深海鱼油才能补得到，
其实，在植物界同样有几种食物拥有极高浓度的 omega-3 脂肪酸，而且性价比更高，比如奇亚籽、亚麻仁籽、紫苏籽。特别是奇亚籽，它在吸水之后会膨胀，表面会形成一层厚厚的天然凝胶，不仅含有极高的 omega-3，还同时带有巨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待会儿我就会用奇亚籽作为主角，教大家制作我们的1分钟抗炎降糖神仙早餐。第8种，富含麩酰氨酸、谷氨酰胺的食物2。注意，之前的音频翻译中把这个医学词汇误翻译成了木酰氨酸，实际上在医学上它的正规名称叫麩酰氨酸，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谷氨酰胺25。麩酰氨酸是人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游离氨基酸25，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肠胃道细胞最爱吃的高级能量营养剂25。它的最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修复我们胃肠道黏膜上那些因为发炎、过敏而产生的小裂缝，重新加固你的肠壁屏障24。肠黏膜修复好了，发炎因子不再通过胃肠壁偷偷溜进血液里，全身的慢性发炎才会从根本上熄火，胰岛素的钥匙孔才会重新变灵敏12。那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麩酰氨酸呢？非常便宜，比如糙南瓜子、海鲜中都富含这种氨基酸。你平时去超市买一袋原味的南瓜子，每天下午嘴馋的时候抓一小把当零食，既能解馋，又能帮助身体在不知不觉中修复肠胃黏膜，平复发炎。反应2，这8种天然食物，大家不需要每天逼着自己全部吃到，但是你可以试着把它写成一张小卡片贴在冰箱上，每天买菜做饭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在餐盘里至少加入其中的3到4种，让你的每一餐都变成一次主动消炎的治疗。身体是很神奇的，你对它好，给它对的原料，它就一定会用更好的气色和更稳的数据来回应你。1分钟抗炎降糖神仙早餐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很多长辈和上班族都觉得每天做饭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最简单、最快、不用花时间，而且今天买齐材料，明天就能开始吃的方法？当然有。今天慧心医师就给你带来一套在门诊推荐给无数患者反馈极佳的1分钟抗炎降糖早餐。它的准备过程极其简单全连，好事多或者网上随时都能买得到，价格也不贵。配方和制作方法：准备原料：有机无糖豆浆300毫升，提供优质植物蛋白；无糖配方不升糖，奇亚籽1.5汤匙约15克，提供大量的 omega-3 脂肪酸和极高浓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新鲜的苹果连皮切丁或者芭乐丁，适量苹果皮富含多酚1，芭乐富含维生素 C 与纤维4，提供天然的甜味和抗氧化力。操作步骤：每天晚上临睡前，拿一个带盖的干净杯子，倒入300毫升无糖豆浆，把奇亚籽直接撒进去，用勺子搅拌均匀，把切好的苹果丁或芭乐丁放进去，盖上盖子，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奇亚籽会在冰箱里慢慢吸水膨胀，第2天早上拿出来，直接退冰一下，它已经变成了一杯粘稠、像布丁一样口感的健康美味早餐。这套早餐为什么能成为降糖的奇迹？首先，无糖豆浆和奇亚籽提供了极其稳定的蛋白质和健康油脂，不会引起胰岛素的剧烈波动。其次，奇亚籽吸水后产生的凝胶状物质会在你的胃肠道里形成一层物理性的保护膜，大大延缓后续食物糖分的吸收速度。再加上苹果皮里的天然抗炎多酚，简直是一剂吃进肚子里的物理降糖消炎药液。在我的门诊里，有一位来自高雄凤山区的郭俊杰先生，今年61岁。他来找我的时候，空腹血糖长期在200到300之间，糖化血色素高的吓人，达到了11.7。我当时不仅给他调整了用药，最重要的是，我要求他每天早上必须把原来吃的多油多糖的烧饼油条换成这碗奇亚籽豆浆布丁早餐，同时教他把午餐和晚餐的第1口都先吃一碗绿叶蔬菜。你猜最后怎么样？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他的糖化血色素从11.7生生降到了5.7，连空腹血糖也回到了完全正常的范围内。他回访时偷偷告诉我，慧心医师，其实你之前给我开的那几种副反应大的药，我身体敏感偷偷停了，我真的只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吃这碗奇亚籽早餐，调整了吃饭顺序，血糖居然就自己稳下来了。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掌握了这套零成本、效果好的健康法门。我们今天主要讲了3个最关键的核心，慢性发炎才是万病之源。
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不是药吃的不够，而是体内的慢性发炎把细胞接收胰岛素的锁给堵塞生锈了。我们必须先给身体消炎，把这扇大门修好。吃饭的顺序决定了血管的年轻度，不节食，不戒主食。餐盘里的秘密是先吃蔬菜，再吃肉蛋蛋白质，最后吃主食淀粉。免费的习惯能换来成倍的稳糖效果。8种便宜好买的天然抗炎食物：维生素 A、维生素 D、锌、膳食纤维、多酚、益生菌、Omega-3以及修复肠胃黏膜的麩酰氨酸谷氨酰胺3124。看完这支视频，此时此刻你的脑海里有没有闪过1、2件你明天就准备开始调整的日常饮食习惯？你可以现在就把你想改变的第一步，比如明天开始喝无糖豆浆，吃饭先吃菜，买包南瓜子当零食，打在留言区。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改变，只要写下来，就代表你已经在为自己的健康做出积极的改变了。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看。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住在台中大里区的陈俊南先生，今年64岁，他的女儿特别孝顺，在无意中看到了我们上一支关于健康的科普视频。他当时没有多说废话，而是直接用手机复制了链接，在微信上把视频转发给了他爸爸，只写了一句话：爸，这个医生讲的非常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陈爸爸虽然嘴上说着哎呀，这都是网上的段子，但心里还是把话听进去了。他从第2天开始，就把自己每天早上最爱的含糖奶茶换成了我们这套无糖奇亚籽豆浆早餐，每餐吃饭也严格按照蔬菜肉饭的顺序。2个月后，他去医院进行季度体检，拿到报告的那天，他非常兴奋地给女儿打了个电话说：闺女，医生今天破天荒夸我了，说我这次的血糖数据是这5、6年来最稳定最漂亮的一次。谢谢你那天发给我的视频。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让你牵挂的家人？是你辛劳一辈子的父母，是有些固执的爷爷奶奶，还是那些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不适却还在为血糖和慢性病烦恼的老朋友？请你现在就动动手指，把这支视频转发给他们，也对他们说一句：你看看这个。也许正是你这一个微不足道带着温度的转发动作，就能让一位你最在乎的亲人身体重新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健康方向。你的身体还可以更好，从明天早上的那碗早餐开始吧。我是慧心医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